这一版有哪个打野感觉特别强呢？是我们纳克吗？纳克真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十分的强，可是现在这一版好像没有特别的改强啊。那是刀锋宝贝吗？刀锋刚改好的时候的确很强啊，真上那一下哇超夸张，可惜帅不过3秒啊，又被消了。答案就是我们的奇尔。奇尔在排位赛也好啊，在职业联赛也好，甚至世界赛也好，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个打野，大家都争相选这个英雄。那这一把做到一个 MVP 最高输出狂杀的一个战绩，到底怎么用它？怎么出装？怎么用魔纹？好好享受吧。这里看到对面打野2技能直接顺过去，大招直接万花丛中把它切掉。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辅助直接大招上去把它收掉。奎伦这个时候想要进场没那么容易，我们直接把他死神就 pop 出来之后，2技能直接顺过去把他收掉，再把闪电侠打成残血。看到对面不要打塔拉，直接2技能顺过去，把对面的输出凡恩就收掉。这里想要开开心心吃个蓝 buff， 奎伦想要偷 buff 那就得到了，直接大招把他人头收掉。这里看到对面凡恩大招上去，又把他直接刷下来啦。这里看到对面想要拆我们的高地，大招上去把它收掉，一个飓风把对面打野又刷掉了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，这次带来的是奇尔打野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也玩过奇尔，或者是玩过打野的话，请在下方点个赞。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、什么英雄。那窝窝的话呢，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哦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玩到奇尔打野啊，其实，在现在这个新版之中呢，奇尔拿来打野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趋势，因为他的大招改强了，地下会打到一个沉默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很推荐啊。各位，如果是打野的小兄弟也好，中路的小兄弟也好，也可以用这个奇尔这个英雄。那这里我们现在这个草村蹲这一波啊，蹲了蛮久啊，直接一个大招上去，把他这个塔拉收掉。对到塔拉有什么心得呢？其实，在我们刚4等的时候，完全不需要怕去 gank 塔拉那一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塔拉在4等之前，没有大招之前，很好 gank 啊，很好打的。这里他还没有4等，不用怕，直接一个技能进去啊，他马上就要逃了。他如果不逃的话，就直接秒了。还有对面的这个闪电侠，不用怂，完全不用怂啊！真的，完全只2技能上去，大招就打上去，燃量不足没所谓。他开启他的这个神速风暴，我们还是1技能打上去，他唯有回去。那他回去的话，还有我们队友，我们不断的消耗对面的中路，就把他人头收掉了。这一把的阵容啊，是双射手。那再加上一个我们奇尔拿来的9法伤啊，补法伤。那当然的，这一版的凡恩虽然昨天早上削弱了，可是他还是一个很强势的英雄，他所打出的魔伤啊也是蛮不错的。这里我们先蹲啊这一波龙。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。对面沃玛不用管他，
不用浪费我们的技能先去打对面的沃马尔，因为呢他的这个血量还有我们的这个血量，我们已经不是说很健康，把技能消耗在他身上不太好。这里我们打完龙之后其实是不想拿的，那小兄弟拿的话没所谓，我们还是进场勉强做个换了一个龙再1换1，那其实这里是绝对可以打的，那可是没所谓啊。如果小兄弟们的状况不太好的话，我们拿龙再换掉一个人头也是很赚的。这里呢再把这个红 buff 拿掉，看到下路有集结，原本可以进场，可是如果对面的中路也下来的话，那就是3打2，而且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超人，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好打了。反倒是看到中路这一波，直接把对面先收掉辅助，把对面的打野的死神之又怕出来之后，2技能过去，再一个1技能，把对面收掉2个，一个打成残血，然后回到我们的自家蓝 buff， 在 gank 支援之余呢，自己的发育也是很重要。那还有一个心得，就是多多的去反野啊，不断的反野。如果队友有机会啊，像这样的话，马上把对面的凡恩就收掉。奇尔能够打的输出量很高的，这一把我们做到一个最高输出 MVP 啊。奇尔这个英雄他打法伤，所以使得呢对面啊，如果他要因应你这个英雄而去出装的话，他就会忽略到这个物防装。比方说，如果你要对到奇尔打野，他又很强势啊，板甲啊，如果是坦克的话，板甲就会延后出，通常都会延后出，把一个仙灵或者德鲁伊先出来。那这里的话，看到对面很多英雄集结在这个龙区，这里不能打啊，不能打，只有2位英雄，可以2技能直接啊顺过来，因为看到奎伦的他的这个影子的话呢，就不要再这么的冲，因为对面在龙区还是有人的，反倒是用制裁把那个小野怪直接拿掉。那大家呢不要看我这把好像很顺风啊，其实我们的人头比这个时间点呢是对面占优的啊，那可是没所谓啊，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就好。看到机会进场，马上大招上去把对面打野换掉啊！对面神书风暴起来，走出他的这个圈，逼他只有往回逃。那这里塔拉来断这波兵线，而且把我们的射手位又收掉，不该打了，这里就不能打了啊！对面人数很多，反倒是可以不断的把兵线整理。看到对面的，还有一个凡恩，这里绝对可以进场，把对面2位英雄直接收掉啊！可惜没有队友要跟这一波团，那不然的话，对面可以3个，绝对可以无损啊退出这一波的。那可是没所谓啊，没所谓，毕竟呢不是5排啊。那这里看到对面的奎伦想要入野，直接把他收掉。那这里看到啊，还有一个小兄弟，开启神书风暴的时候呢，就不要浪费技能在他身上了。反倒是，其实下路这波线呢，必须要带好，不然的话一直被对面的塔拉啊偷塔，其实有点亏啊。他就不打了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一直叫我们的凡恩小兄弟啊，要做聚魂啊，要做聚魂。这个聚魂这一把由他来做是最好的。那这里大招上去打对面的这个塔拉，超人把他推走了啊，那就可惜了一点点。可是没所谓啊，还是没所谓，专注在下一波。这个聚魂如果不出的话呢，对于对面塔拉来说啊是很好的一个消息。因为他就可以很流氓的不断的断兵线啊，不断的
拆塔，看到对面输出，先打凡恩把他收掉，把他人头收掉之后，这个塔拉可以4个人如果打他就可以，可是对面还是有人头消啊，对面奎伦呢奎伦还在这个时候他人头出来就这里不太好打，真的不太好打，直接2技能顺回去。那如果继续打的话，绝对是一波团灭。那我们没有打的话，那就可以留下来清理这波兵线。看到对面奎伦，先把对面辅助残血的收掉。这个时间点，我们来到了10杀只有2死，然后4个助攻，基本上呢是差不多100%的这个参团率啦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先把这一波的这个红 buff 先拿掉，然后呢，这里可以蹲一蹲看一下对面的法师会不会过来这里。那对面的塔拉先来这边给视野的话，就不需要蹲了不需要蹲了，蹲了也没意义啊。那这里看到对面奎伦上来，大招粘上去把他收掉，万花丛中。这个时间11杀了。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波对面都是满血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我们进场就把它收掉，所以看到奇尔的输出量其实是很够的，在这个版本。然后这里跳一个这个没电的通知，大家是不是以为自己的没电呢？如果是 iPhone 的可能会以为。那这里其实很好打，我们直接把对面辅助切掉之后呢，可惜射手小兄弟一直打这个塔拉没有什么意思的。那没守卫还是告诉大家，其实这一把呢奇尔真的很好用，真的很厉害哦。那这一把做到最高输出、最高击杀，然后呢 MVP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窝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